刚刚我去给人提亲回来了，哎呀，浑身乱糟糟的，就觉得这个头发昏、四肢无力、喘不动气，特别憋得慌。刚才去药店量了一下血压啊，还好，一切都正常。我也算是那种见过大风大浪大场面的人啊，毕竟提亲的次数多了。这提亲啊是啥情况都有啊，我都见怪不怪了。这男士呢是90年的，女士呢是92年的，两人呢是在我们这个自己啊这个线上平台上认识的。这网上聊得挺好，后来呢就互相加了微信，互相彼此喜欢，一来二往，两人就这么成了。男士啊是在汽配厂工作的，这个姑娘是在超市里面上班。我特别要夸一夸这姑娘啊，人家这个人特别好，性格特别温柔。他们俩还没结婚啊，但是他们俩会有一个共同的银行卡，这两人发了工资啊都是3、7分，70%都存到这个卡里面去，说要一起啊在结婚之后啊这攒了钱给家里用的。这个男生也没给姑娘买过什么东西，人家姑娘也不要啊，觉得有点乱花钱嘛。这不马上年底了啊，双方父母的意思啊就是要见个面呀，过来谈谈俩家要定个亲。男方呢就委托我呀帮忙去提个亲。那我们这边啊请媒人提亲啊会是比较正式，而且还能控制某种激烈的局面。至于啥局面啊，大家也是懂的。这今天呢我就去了一趟女方家里啊，人家女方家呢是在这个城中村，这个女方父母啊都在。说明来意之后啊，大家也都开门见山哈，也不墨迹，直接说重点，那就是彩礼。女方父母跟我说呀，彩礼要10万，而且会陪嫁回去。我一听啊，我就问他们是陪嫁10万吗？女方父母接着笑起来就跟我说呀，开什么玩笑，彩礼是彩礼，陪嫁是啥呀？我们说了算。我问那具体是个啥呀？我这边得写礼单呢。这大叔啊性子比较急啊，就先说话，如果给我们10万彩礼，我们就给他陪嫁5个家电。这话还没等说完呀，女方妈妈的胳膊肘啊是立马就怼了过去，啥5个？你说了算了。然后转过来跟我说呀，就陪嫁3个家电，还嘱咐了一句啊，放心啊，都是最好最贵的。我当时我就觉得有点懵啊，因为这个男方啊家里他是已经装修好了，而且已经住上人了，怎么也不可能缺家电吧？难不成要买个电饭锅吗？真的是想啥来啥呀。这大姨跟我说啊，那既然家里都装修好了，那咱们就缺啥买啥吧，给买个洗碗机，买个电烤箱，还有一个电磁炉。这大叔在旁边就有点看不下去了，就喊着说，哎呀，你给置办好一点的吧，别整一些锅碗瓢盆的。然后大姨听了就很生气啊，别胳膊肘往外拐，你出钱还咋地？大叔听完啊，可能就兜里没有钱啊，一声不吭上一边去了。这大姨啊就开始解释呀，哎呀，我们也想买冰箱洗衣机啊，那他们现在都有了，我们只能置办一些日常都用得上的。你看这个洗碗机啊，好的都要几万，还有电烤箱，给他们买那种嵌在这个橱柜里面的那种大的，也得好几万呢。要买个电磁炉啊，现在小两口你吃个火锅对吧？冬天啊他也用得上，还得要质量好的，也得小几千呀。听完立马给我整不会了，这大姨可能觉着我们家没这些大家电是不？总之呢，按照大姨的算法，这些家电啊，这3件套啊，起码要5万。这喝了口茶之后啊，就慢慢的给他们沟通啊，这事儿他得磨呀。男方的意思呢是彩礼是31800，也不需要女方来陪嫁。这女方父母听了就说呀，那不得让人笑话死了，我就这么一个姑娘，彩礼还能那么低吗？如果不要陪嫁，那彩礼啊最低是88000，一分不少。我说大姨啊，你看你要买这些家电啊，它也得大几万了，按照10万给你，你手上剩下也就有5、6万了吧，你咋还越要越高呢？接着大姨就是一副啊我不管的样子。后面呢又沟通了一会儿啊，还是不行。看着大叔呀，我就有点希望啊寄托于他。人家大叔看了我一眼，直接转身啊去了屋里。看来这家庭地位是有点堪忧啊。最后啊是好说歹说啊，女方呀同意了6万6的彩礼，不给陪嫁。当我把这个结果告诉男方的时候，人家男方父母的这个态度啊就反差很大呀。人家就直接同意了，意思说多给点就多给点吧，钱呢还能赚，别把亲家的面子啊给撕破了，以后啊还都来往呢。就这样呢，这门亲事啊就这么定下来了。哎呀，提亲的心呢，那可是真累呀！婚介这个行业啊，如同过山车呀，禁止高血压、心脏病等患者加入，保命要紧。今天我们唠点相亲市场上的真相啊。不知道有些人是在象牙塔里面待久了，没有经历过社会毒打还是怎么地，找对象呢，他总是跟做梦一样。哎呀，要找白马王子呀，白马我给你整不出来啊，那刺猬和王八我有。5年前呢，认识一个姑娘，26岁，普通本科行政专员啊，性格很好，而且人长得很漂亮。那个时候好多男人都喜欢她，她就是那种男人特别有眼缘的类型。结果5年过去了，那是挑挑拣拣的，谁也看不上。
我那门口啊，看门的刺猬都给熬秃了皮了。他挑什么呢？这个男人有钱，但长得不好看啊，长得好看又没钱，哎，找个有钱又好看的，又觉得对方情商不够，在一起不开心。他说自己也不清楚要找什么样的，反正啊，我是觉得他什么都想要，总说差不多就行，其实啊，差一点都不行。好了，现在31岁了，没事就给我打电话说有没有合适的。我说呀，暂时还没有。他说不是最近男士挺多吗？我说人家条件好的呀，一听你的年龄就不想认识了。他又开始后悔啊，说条件差点也行。我问他差多少，他说也别太差了啊，这个长得别太难看，条件别太低，赚的比我高点就行。我说离异的有，他一听就急得哭呀，说自己还未婚呢，不想找离异的。然后就是后悔，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？在相亲市场上，很多这样的啊，自身条件真的很一般，外貌确实稍有优势的，各种挑挑拣拣。那男人都是看脸吗？你好看了，喜欢你的就多。于是啊，被追捧的过程当中，各种看不上，理由就是啊，对方配不上自己的才华和相貌。好了，终于熬到30岁了，择偶范围呢是越来越小，择偶要求反而是越来越高。他责备我是不是存心不想帮他，挑的都是什么歪瓜裂枣。秉承着凡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的态度啊，我也不好意思把话说得太明白吧。可有些人呢，就是看不清楚，也看不明白，自我认知偏差的太厉害了。结婚呢，找对象，你说白了就是要搭伙过一辈子的。如果你本身啊，并非独身主义，内心极度渴望爱情的话，到了30岁你还单身，绝对是要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的。我可没有制造焦虑啊，我也没那个能耐。这种焦虑啊，是社会是现实造成的。30岁是相亲市场的分水岭，甚至有些3、4线城市啊，26、7岁之后，你就要面临啊，可选择的择偶范围是越来越小，意味着越来越少的机会可以遇到你合适的人。当然，如果你有一定的财富积累啊，程度足以忽略年龄的限制，那你可以忽略我所说的。但如果你跟我一样只是普通人，那么我希望你能够认清现实。在婚恋市场上，30岁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啊？这个年龄段的思维方式普遍会随着阅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，心态也会不一样。那男人对爱情啊没有那么多的期待了，择偶要求啊多数啊都是用开玩笑的话说呀，女的活着就好，条件普通一点也没有关系，只要人好合得来就可以。可有些女人呢更像是一场赌啊，又着急找对象，又谁也看不上。年龄越大呢，不是认清自我，而是认清了现实，觉得这个社会啊没车没房没钱的是行不通的。好了，开始要求啊男人买车买房，有存款7位数。还有一部分呢选择了事业而非家庭的女性啊，由于自身的社会地位啊、财富积累的变化，往往不再执着于寻找物质上能够相互依赖、相互扶持的伙伴，更加追求灵魂上的这种灵魂伴侣，一起度过余生。这种择偶观呢，比要车要房要存款的更难找。说句现实一点啊，相亲市场上并非只有你一个人，越是优秀的男人眼里啊，他们越想要找一个年轻漂亮的，他们更加愿意看重的是女人的性价值，而不是经济价值。所以女孩子啊，你要学会聪明一点，只要你进入到相亲市场上，一定要在你有限的年龄红利期里面去找到你合适的人，千万别再错过了青春呀，追悔莫及，别再呀做春秋白日梦了。忍一时，风平浪静；退一步，含而。大家一定听说过这个说法，就是中国单身人口啊超过了2个亿，男单身呢是比女单身啊多了3000多万。昨天呢，我是看了一篇文章呢，显示啊，就是首先呢是外国的女性啊是有很多呢是加入到中国，其次呢女性的寿命啊是比男性要长5年，所以中国男女比例啊实际整体啊是女多男少。这其中呢有至少5000万呢是老年单身女性，另外呢还有几千万职场女性啊是散落在这个机关单位，你像外企啊，还有国企、私企等等。而大量的这个单身男士啊，就主要集中在这个农村，致使目前呢形成了3大光棍体系。一是呢农村男光棍，二是职场女光棍，三呢是老年的女光棍。因为大多数这个女光棍啊，找这个对象条件真的是高的吓人，要房要车要存款，男的呢又结不起婚，女的呢又不想嫁，也不想将就。所以啊，这3大光棍群体啊就没有办法去调和，前景呢就十分的堪忧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啊是一对对的成家，自己因为呢错过找对象最好的这个时机啊，而成了大龄光棍。现在的养老院啊也是越来越多了，光棍抱团养老啊也成了一种新的这个赚钱思路。若干年之后啊，他们都在这个养老院里面相见，但是无儿无女啊，养老院收不收啊，那还不一定。我经常劝那些不论男女啊，能早婚就早婚，因为当你结婚的时候啊，年轻就是你最大的资本，尤其啊是这个女人，
当你事业做到比男人还优秀的时候，你相亲啊就会发现，你原本引以为傲的那些能力啊，男人都不会看一眼。你认为的这个车房啊，你自己都有，但是在多数的男人眼里啊，他们并不在乎，更多的就是想找那些年轻啊、性格温柔，而不是找事业型啊，还有强势的这些女人。男人越早结婚呢，你们就会越容易摆脱以后这个光棍的风险。年轻你们遇到的女人呢，她们可以追求爱情，不看车不看房，看中的可能就是你的某一个点，只要你疼她呀就可以。如果你错过了，那你就要去面对现实，彩礼啊、车房等等。所以啊，单身伙伴们趁着年轻啊，就抓紧结婚吧。